从澳大利亚的悉尼沿着海岸一路开车，停停走走，历时10天，来到大洋路的终点。这一路的景色可谓非常震撼。现在我又要花了2天的时间把车开回悉尼，走澳大利亚的中部。途中我们会经过澳大利亚的首都坎培拉，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城市，但早在1927年就已经是澳大利亚的首都。本期视频将记录1500公里的回程以及解锁坎培拉。启动回程赶路模式。中途呢，我们会经过澳大利亚的首都坎培拉，然后我们去坎培拉去看一看。很多人知道澳大利亚都是墨尔本、悉尼，很少人会知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市坎培拉，它还是澳大利亚的首都。全程呢1115公里，一共11小时42分钟，我分2天开完。因为这辆车是悉尼租的车，如果异地还车的话费用非常高，我租的这个车才180人民币一天，如果要异地还车的话，它一辆车一天达到了300-400人民币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多出来3000多块钱没必要，咱们自己开回去。离开之前，按照惯例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的驻车地，它不是在海边啊，所以这里的风没有很大。然后前面呢就是一个 BBQ 的炉子，还有桌椅，然后那边还有远处呢还有一些儿童玩乐设施。这边就是厕所，24小时开放。今天早上我看到他们是有人来打扫的。回程我的计划呢，因为他们现在的白天时间比较长，我尽量在白天开车，就白天再开车。然后呢，如果太阳落山了，天黑了，咱们就停下来驻车。今天尽量开2/3的旅程，然后最后1/3呢，明天开，因为赶早不赶晚嘛。我昨天晚上在这个小镇叫瓦南布尔，它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小镇。我觉得澳大利亚的小镇你可以没有必要每一个都玩过去，但是你可以挑几个典型的，好好来感受感受。机智如我又找了一个游泳馆，准备进去洗澡。刚才问了一下，那里面洗澡是2刀，我看那个环境还不错。嘿嘿，是谁家小姑娘这么机智呢？舒舒服服洗了个澡，也把衣服给洗了，晾在后面，壮观吧？证实一件事情啊，澳大利亚人真的很爱游泳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自驾游可以找他们的游泳馆来洗澡，它是可以单独为洗澡来付费的。朋友们，今天我开了有700多公里，整个路程呢开了2/3。今天基本上都是开在澳洲的高速公路上，然后我还发现他们的高速是免费的。明天剩下的里程就比较少了，大概就只有500多公里。但是明天呢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去，就是澳洲的首都坎培拉。坎培拉是在距离悉尼大概是20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。今天晚上我驻车的这个地方不是公园了，是一个免费的房车营地。明天带你们看一下，发现在澳洲自驾有3个特别好用的地点。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公园，小公园、大公园，不管怎么样，公园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他们的加油站。就是在国内我们可能觉得加油站就是加油嘛，但是他们这里加油站相当于一个服务区。第3个非常好用的地点就是他们的游泳馆。游泳馆呢，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用来洗澡用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悉尼500多公里的一个野外一个营地。昨天晚上呢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今天大家看一下这个营地，这是一个免费的房车营地。这里呢地方很大，驻扎的一些房车。这里呢其实它是一个私人的一块地方，只不过啊，就是这边人比较好，它开放出来用来给大家停房车用的。这是一家餐厅，小餐厅，不过好像现在没有营业。然后呢，这里呢是一块活动区域，有一些厕所，甚至还有洗澡的淋浴的地方。这里面呢有一大块空地，就特别多房车停在这儿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户外的一个休息区。其实澳洲人民是非常喜欢房车旅行的。我在一路上看到特别多房车，非常多房车，而且房车营地呢也特别多，收费的、免费的都有。但是我觉得昨天晚上睡在这里比睡在公园里面安全感要更足一点。
好了，现在我们出发坎培拉，离坎培拉还有300公里。说起坎培拉这个名字，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听过，但是它却是澳大利亚的首都。没错，澳大利亚的首都不在悉尼，也不在墨尔本，在坎培拉。据说啊，在定澳大利亚首都的时候啊，悉尼和墨尔本争论不休。最后啊，墨尔本说首都只要不是悉尼我都能接受，那悉尼说首都只要不是墨尔本我都能接受。于是啊，他们就在悉尼和墨尔本中间找了一块地，就是坎培拉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解锁这个非常低调的，甚至可能还会有一点无聊的首都坎培拉。走喽走喽，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好。哎呀，好人多啊！再见啦。好了，现在到坎培拉了，依旧是把车子停在郊区，我们坐公共交通进市区。停车场在那儿，然后电车站就在这儿。哦，他们这边是可以直接买卡的，看一下，成人一个，咦，出来了一个小条条，这个就是单次卡。其实他们这个公交车站啊，连任何闸机闸门都没有，逃票是很容易的，但是不建议逃票。因为有一种说法嘛，在澳大利亚坐公交车只有0元跟200澳元，因为200澳元就是罚款的金额。来了，叮咚，哎，要按一下。我怎么感觉坎培拉特别荒凉？是不是因为这里是郊区的缘故？据说这个城市40%以上都是公务员。正常来讲，一个城市10%以上是公务员。这个城市是其他城市的4倍。现在是到了市中心了，我怎么感觉还是很荒芜啊？我们去他们的国会去溜达一圈。这个是澳洲国会，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心。果然是一个又冷清又无聊的一个城市啊！街上都没什么人，这种感觉就特别怪异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是没有人的话，就是小镇，你感觉很正常，就是都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，然后没有这么多就是比较好的环境。但是呢，它这里呢建设的相当好，却没有人，真的人好少啊。国会一共有2个，一个是新国会，一个是旧国会。现在先去他们的新国会。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下午的3点半，下午的4点半呢就禁止入内了。就为了建都而打造的一个城市。哇塞，这个建筑我都不敢走，我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，就害怕走错了，待会被人抓起来。草坪上是随风飘扬的旗帜。来，今天我们进去开个会。听说如果你时间正好的话，他们有的时候还会正在开会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。这个样子看起来很霸气，但是我觉得里面应该没啥人，就这2层楼嘛。澳大利亚国会。霸气哦！现在是开放状态哦，要安检一下，看看这国会的里面。一个国家的行政中心啊，让你随便参观。在澳大利亚国会留下点东西，有一个画展，这是他们历届首相的画像吧？这位久了。看一下，他第1次任期是2年，第2次任期是17年。我觉得这个国会，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，它展示了很多他们这个国家的一些东西。那这个环境呢又特别好，有兴趣啊可以过来仔细研究一下。这位是他们的女首相啊。他的任期是2010年到2013年的时候。哇哦，有点反光。哎，这个角度上看，这是澳大利亚的国徽，一边是袋鼠，另外一边就是这应该是儿苗。
考拉怎么不在他们国徽上面呢？真的是太安静了，我说话都要小心翼翼的。这里是啥？哦，他们开会的地方。我来参加会议了，澳大利亚国会。这个是澳大利亚议会第一次开幕的时候，是1901年5月9日，在墨尔本开始的。所以墨尔本跟悉尼首都之争争论一下，一个是第一大城市，另外一个呢，这就是曾经是第一个举办议会的地方。这个方向过去呢，就是参议院。今天真是忙得不得了，一个会接着一个会。他们参议院是干什么的呢？就是每个州派12名代表来参加，然后他们不会因为哪一个州的人口比较多呢，就多人参加。因此呢，宪法的决定不会受到人口较多的州的支配。参议院在他们立法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参议员就可以在议会上面辩论、修改、投票、表决。哇，我们来进到澳大利亚的参议院来了！哇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进到一个国家的参议院。这个就是他们制定法律的时候投票或者是讨论、辩论的一个地方。今天的第2个会议结束了，人都走光了。这么看起来这个议会还挺大的，这个是整个议会的乐高模型。他们似乎很喜欢用乐高，好几个地方的模型都是用乐高来搭的。那我们从这个大门进去嘛，我看就2层啊，没有想到它的占地这么大呀。国会里面居然还有纪念品卖，国会定制的杯子哦。你们看这个参议院印有首相头像的杯子，澳大利亚国会的乐高。看完出来了，这感觉还是不错的。没有想到一个国家的国会可以随便参观，有点后悔没把车开过来。它这里是可以停车1个小时，我刚才逛议会前后也就1个小时。在新国会对面呢，这个地方就是旧国会，建筑更加复古一点。这个地方好漂亮，这是旧国会附属的一个花园，这里的花开得真好啊！哇塞，姹紫嫣红，五颜六色的。哇，这花开的。这个首都给我的感觉呢，就是到处都很安静，安安静静的。哎呀，我今天真应该把车开进来。他们这边的停车没有悉尼、墨尔本那么恐怖，停车费还是可以接受的哈。1个小时是4.2刀，4个小时是16.8刀。我今天坐电车进来，都花了5刀多，回去还要再花5刀，就花10刀。40%的人口是公务员，就相当厉害了啊！如果按1家3口来算的话，就是相当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个公务员。前面这几个大楼就是政府机构，也就是说呢，国会是他们开会的地方，他们工作的地方呢，可能是在这儿。坎培拉这个城市呢，咱们就匆匆看一眼，确实街上都没有人，好空好空。而且呢，这个城市看起来特别新，所有的建筑都特别新。在1913年的时候奠基，1927年的时候才正式迁都，建设时间高达14年。哇，这家好多人哦，在喝酒。看到了一家卖越南粉的店，它的价格还可以哦，相对于整个澳大利亚的物价来说，越南粉是将近20刀一份。我点了一个猪肉拌粉。这个地方有点像澳大利亚的食阁，这家是越南菜，这家是韩国菜，然后那边还有印尼菜。在澳大利亚吃越南菜，烤肉米粉，噔噔噔噔，看起来还不错哈。就是在越南卖不到20人民币，在这里要卖20澳元。撒上灵魂料汁，哇，这个越南这个灵魂料汁我好久没吃了。是这个味没错。
现在已经回到车上了，现在准备去坎培拉的一个观景点，看一下这个城市的样子。现在到他们山上的一个观景点，这个位置非常不错，因为可以看到整个堪培拉。看到介绍说啊，整个堪培拉的城市设计是有一个美国人叫做博尔特·伯利·格里芬设计的。他当时呢就是在国际设计当中获得1等奖，在1912年的时候。这幅图啊，就是当时那个美国设计师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的渲染画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城市的布局啊，可惜现在逆光啊，真的很可惜。大家将就看吧。可以看到它整个城市啊，非常的对称。你能看到中间有个中轴线，然后呢，过了这个河的对岸就是刚才我们去的国会大厦。我本来想要在这边看个日落的，但是今天实在是要赶路，趁天黑之前吧，多开一会儿。最后一个晚上停在高速服务区，现在是晚上的12点多，睡6个小时起来，早上7点准备出发，开最后的150公里。早上就吃没有吃完的坚果，还有没有喝完的牛奶。嘿嘿，我现在呢已经到了悉尼机场，已经办好了值机手续。刚才还车啊，超级简单，只要把车停到他们的停车场，然后把钥匙放在车上就可以了。然后他们会问你油加满了吗？加满了就可以走了。好了，本次澳大利亚的行程呢就告一个段落了。现在啊，我要前往的另外一个国家是新西兰。很多人都说澳大利亚是好山好水好无聊。不过据我所体验看来啊，它的风景还是特别美的，而且有很多你没见过的动物。另外呢，整个风情也不一样。我相信很多人来这里啊，一定还是会有很多新鲜感的。当然了，这个国家呢，可能很多个地方都有一点相似，就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走太多的地方，因为小镇啊、城市啊都非常的相似。最后说一下他们的首都坎培拉。坎培拉呢，确实是。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无聊的一个城市，也是非常冷清的一个城市。所以说你们时间有限的话，这个坎培拉是可以略过的。好啦，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了。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9国澳大利亚，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。下一个视频带你们解锁新西兰。